我们有人讲到说这个是圣灵行传哈，有人说为什么叫使徒行传是使徒的他们的传记嘛？但是我们其实有提到过说，其实使徒们呢，他们不是在展现他们的伟大，而是展现耶稣基督他的工作继续嘛，对吧？他们是使徒们是继续着耶稣的使命，所以呢，有人就说那是圣灵行传是圣灵的工作哈。那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另外一个我觉得更重要的理解就是说，不仅是说圣灵行传，你会发现，路加特别是把主的道这件事情呢，来突出的，就是如果你说使徒行传的主角现在我们说可能不是使徒那可能也不一定是圣灵因为你发现其实如果讲这个圣灵的话，其实大部分出现的次数呢，不管是在路加福音还是使徒行传，都是在前半部分那后半部分呢，出现的圣灵的次数是很少的。那所以我们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一直在出现的，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是这个道这个道，我们讲的这个道不是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的这个道，不是这个 logos 这个道当然这个你可以说跟 logos 相关，可是这里面的这个道呢，它其实是指这个路的意思the way 就是这个路所以你看到这个道呢，当然我们有时候把道路都是放一块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没有把它区分开来那么所以你看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道那我们说道成肉身嘛，就是他那神的道这件事情呢，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发现他不断的在征战，不断的在前行你看他的旅程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你看你把那个地图拿出来看你去看凡是提到这个道去到的地方，你把它在地图上如果标出来我们刚刚讲了就是你看到了这个福音一路向西，你看了就是说使徒们他们可能会去过很多地方，比如像保罗他的几次的行程，他去到比如说以弗所或者是哥林多他可能有重复去好几次那现在我们不看使徒们去过这些地方，我们就看神的道去到这些地方我们把神的道变成一个主角，然后呢看这个道去到哪里那我就把所有的关于这个神的道的这个出现的都列举出来了就在这里面你们可以看，我把它放大一点那首先呢，讲到彼得跟约翰他们在这个犹太的公会面前那这个时候呢就提出了他们宣讲神的道，那这是道第一次是在犹太公会面前，然后呢道就被分散出去了因为受到这个逼迫，他们就去到了撒玛利亚所以这个道去撒玛利亚，然后到了第13章的时候呢这个道去到了这个萨拉米和塞浦路斯，然后继续13章道去到了安提阿，然后呢去到以哥念到比西底，那后面到腓立比，到比利亚，到哥林多，到以弗所，就停在以弗所。所以如果你把所有这个道出现的地方把它全部挑出来，你发现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道从来没有往回走过，就是说他一路向西，他从来没有去好像说我去到这个安提阿然后又回来，然后去到比西底然后又往回走，道从来没有在一个城市出现过2次，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为什么这样？虽然保罗你看他到不同地方去传道，当然你比如说他去到安提阿可能去过好几次，他当然去会讲道了，可是路加没有记录所以讲到道的时候，去到一个地方就去到一个城市，然后就一次性，然后就到下一个城市，就这样一直这样下去。那这种感觉是什么呢？这种感觉就好像道是在不断的征服一个城市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当中，这个城市是一个外邦城市，对吧？比如以弗所或者是比如说哥林多吧。那他征服了哥林多以后呢，他就继续到下一个城市那道没有这个不需要在去一个城市2次这个是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这个如果你看当时
这个罗马皇帝的这个自传哈，讲到他们去征服这个当时这个可以说这个帝国的建立啊，征服这个不同的城市，你发现他们的表达就是他们的征服就是一次的，就是说我来到这个城市啊，我把它征服了，然后就到下个城市啊，因为如果一个城市还要再征服2次，就说明你第一次没搞定嘛，是不是啊？你又叛乱了是吧？你又回过来又再征服一次啊，所以。这个路加就好像把神的道呢，比作为一个征战的一个这个将军一样，就是到一个城市呢，他就征服一个城市，他就继续到下一个城市当中啊，所以这是道很特别的一个征服的一个道路。那我们就要问了哈，那如果到了这个征服的道路哈，一直这样下来，那最后为什么停到以弗所而不是到罗马？所以你看，保罗最后其实到罗马了，对不对？但是并没有记录保罗在那里讲道。当然，保罗会在那里讲道，但是路加没有提到这个道，就讲到这个罗马的时候就没有提到这个道。好，那为什么最后道出现的地方是停在以弗所？这就是让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了，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道没有继续往前走？虽然使徒们到了罗马，可是好像道没有去啊，为什么只停到以弗所呢？后面没有出现了哈。那为什么不去罗马啊？那你就要想一想这个耶稣的旅程。你看，在路加福音我们讲的9到19章和使徒行传的这个使徒们的这个旅程是刚好是跟9到19章对应起来，对不对？就是路加福音9到19章是讲耶稣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这个路上，那这个就跟那个使徒们的旅程是一样的那他们也是这个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呢传到外邦，那最后停到了以弗所，到那里就结束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希罗的世界以弗所是当时的宗教中心所以19和20章都在讨论讲到这个当时最大的女神这个亚底米她的那个庙是古代7大建筑奇迹之一，所以路加就描述当时这个人们信主了以后，女神的威容都减低了很多，对不对以弗所产生的骚乱嘛，是不是？所以道征服了罗马世界的一个宗教中心。所以如果你说罗马对吧？那是整个罗马帝国的一个这个政治经济中心。可是如果你问在罗马世界当中的宗教中心是什么，那就一定是以弗所。所以当这个神的道到了以弗所之后那么这个就停在那里，就表明神的道就征服了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宗教的中心，让罗马帝国所崇拜的这个宗教也被打败了，被福音所打败所以你看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你发现你说你怎么看这个道它的一个自主性的一个征服你看这些经文哈，你发现当路加在描述神的道的时候，他好像是把道描述为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有自主性的一个像一个人一样有位格性的一个东西，他在成长，在不断的征战。比如说6章7节里面包括还有12章24节、19章20节都讲到这个道主的道渐渐增长主的道渐渐增长，这个道它是自己在长，神的道在兴旺在生长那么然后呢13章48节里面也讲到这个道呢就这个外邦人信了主之后，他们会赞美神的道你不会赞美一个死的东西，你赞美的是一个活的东西，对不对？而且在圣经里面你不会赞美除了神之外的东西，是吧？所以表明这个道呢它是活的。还有就讲到比如19章20节里面就提到说主的道大大的增长，而且得胜那么这个原文就讲主的道是不断的兴旺，不断的得胜蛮有能力。而这个短字呢，这句话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因为这句话在当时
的希腊文化当中，它是在战争时候用的，就军队的得胜，它是这样用的。在七十士译本里面有用过一次，就是约书亚征服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是一个战争的这个旅程所以你看到讲到后来，你看保罗在以弗所跟那些长老说：“我把你们交托给这个所信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是吧？你看他说这个道可以建立你所以这个表明呢，它是一个活的神的道所以这不是在讲一个比喻，而是真的就是表明这个道就是神的能力，就是代表基督在征战所以对路加来说，这个道的旅程就是福音征战的一个旅程对，所以还有你看讲到这个增长讲到这个他们不断的繁殖，不断的这个得胜你发现提到这个道的一个这个描述的时候，你发现只有这三件事情只有在旧约里面出现过一次，同时出现不是在以赛亚书，而是在出埃及记的第1章讲到出埃及的时候，第1章7节提到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所以这3个动词呢那就是他们增长，然后呢繁茂强盛你发现呢，路加就把这个呢用到了神的道的上面所以你看到路加好像是借用了出埃及记的一种叙述，因为出埃及记是讲神的子民嘛，虽然受到逼迫，但是仍然生养众多，仍然这个强盛繁茂，对吧？可是到教会也是一样，虽然教会受到逼迫迫害可是仍然也是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强盛所以神的道代表着福音，代表了基督，同时也代表神的子民代表教会，你可以说那就是表明了神在末世的这个工作所以这个很关键那我们所以我们才说教会最重要的是传讲神的道那整个路加讲的，我们也提到路加用10章的篇幅来描述耶稣走向耶路撒冷的这个旅程那么使徒行传这个平行的旅程是道从耶路撒冷离开，进入到外邦的世界，一个一个得胜这些城市最后得胜了整个帝国最重要的宗教中心。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福音，就是说是使徒行传的中心，使徒行传的一个主角不是保罗，也不是使徒们而是神的道，这个道才是主角。所以为什么使徒行传最后没有讲保罗的这个训道因为这个不是保罗的传记，而是道的传记，是神的道的传记所以就是说是使徒行传嘛，他们其实就是见证神的道这个是道的一个征服的旅程，这个很有意思那接下来我们也看最后这个使徒行传的结尾。使徒行传的结尾就是讲到保罗他的一个被这个审判，这个很有意思你发现保罗一直在说他要上诉到凯撒，可是他后面一直没有见到凯撒，我们也不知道凯撒最后怎么样。但是你发现路加为什么要这样一直提保罗说要去见凯撒，可是最后就没有提后面我们就知道保罗是故意这样路加是故意这样做的，就是让我们看到保罗已经经历了5次的审判，而这5次的审判也对应了耶稣所经历的5次的审判，这些5次的审判都判定他们没有罪，所以最后他们根本不需要去到皇帝那里去审判皇帝的判决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重要神已经宣判他们是没有罪的。所以在这里你看到这个几次的宣判21到22章保罗在人群面前的这个诉求23章在公会面前的判断，在腓利斯面前的审判，最后在亚基帕王面前的这个审判其实这些是刚好对应耶稣他在人群，在公会，在希律王，在这个当然这个是亚基帕王那等等你发现就是说好像是对应着这个耶稣的这个审判，而在耶稣的审判当中，你发现每一次，尤其是到后面的时候，就是这个比拉多
讲了好几次说我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罪，对不对？所以几次都说他每一次的审判都说什么查不出他是没有什么罪。你发现保罗也是一样的，比如23章29节，那千夫长就说看到这个就写信嘛，就说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是吧？然后25章你发现亚基帕、菲斯都这是代表人间的权柄哈。第二次说保罗没有罪啊，他说没有查出什么罪，他如果要上诉皇帝就让他上诉了所以这个亚基帕跟这个费斯都费斯都就是巡抚审判保罗在耶稣的时候那就是比拉多嘛，比拉多这个巡抚嘛，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照那所以人间的权柄说耶稣是没有罪，然后神有没有说这个保罗和耶稣有什么？也没有，对不对？那我们看耶稣从死里复活，表明他没有罪嘛。那保罗没有复活，但是保罗在这里怎么表达神在他的眼中来看保罗没有犯罪，就是说他被审判被抓，不是因为他自己犯罪呢？那就是这个28章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马尔他岛的记录，就是为什么会记录这一段因为在27章里面讲到他们乘船嘛，是吧？讲了很多的很特别的词，尤其是讲那个地理讲他们的这个宙斯双子号整个风暴等等你一开始看这些可能不知道他为什么记录这些细节。那到了马耳他岛又讲了一个好像无关紧要的事情跟凯撒跟这个都没有关系，对吧？那为什么这2章会在这里呢？其实他就要证明在神的眼中来看，保罗也是没有罪的，就是不是因为他犯罪所以他被抓。为什么呢？因为在希罗的传统当中这个你在船上遇到了风暴，这个是上帝的一个审判就如果你死了就说明什么？就说明上天审判你了在这个犹太战记里面就当时的文献里面都有记录，就是说有一个罪犯他在法庭里面逃了过去被判无罪，可是他到风暴当中就死亡，所以那个文献就说虽然人间的权柄定他没有罪，但是呢天不让他活所以保罗的这个乘船的旅行是很重要的，就是说讲到这个风暴说讲到这个船难，对不对？然后呢可他没有死所以呢就表明神没有审判他然后你看很有意思，保罗被蛇咬的时候那个土人你看他就说了，他说你看这人肯定是个凶手，他肯定是一个犯罪的人，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你看，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理念然后呢你后来发现他没死然后他们转眼一想就是说他是个神所以保罗没有受伤土人呢觉得他肯定会死，被蛇咬了，可是没有死，就说他是个神。当然他不是神，只是说在神的眼中来看他是无罪的那所以这就提到说他根本不需要见凯撒有5次的人间的审判，2次的这个从神来了1次风暴一个这个蛇咬都没有死，就表明什么呢？表明在神的眼中保罗是无罪的所以在这里其实好像路加是刻意不给凯撒面子的一直引导我们说保罗要去见凯撒，到最后根本提都不提他你作者刻意不提凯撒的权柄。你还记得在路加福音第2章里面的时候特别讲到凯撒奥古斯都叫天下人都报名上册，对吧？然后呢那这个语言呢其实就是表明说凯撒在当时是老大，是吧？天下的人都得听他的，他是带来审判的那可是路加呢你看这个在使徒行传17章的时候，保罗就讲到这个天下，这同一个字第2次出现就是这个天下那么保罗却说什么呢？这个天下是谁呢？是基督的，对不对？是基督要审判天下。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比就让我们看到说凯撒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关键是什么？是基督他已经做了判断那么罗马怎么样已经无所谓了，审判天下的是耶稣所以你看保罗到罗马以后，他你感觉他去了罗马，他不像是一个罪犯，是吧？他去了罗马，他的角色好像是反转了他好像变成一个审判官的角色
我们以为他去见凯撒，其实没有，对吧？我们以为保罗会受审判，其实也没有。结果他成为审判官，他把犹太领袖叫来你看23节就提到他把犹太的领袖叫来，然后呢，从早到晚讲论福音证明神国的道当然那个原文是没有这个道这个字那然后呢有人信有人不信那表明真理不在他们当中。然后保罗就讲了一个审判的，就是这个以赛亚书第6章就说他们听是听听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是不是？反倒审判他。所以路加最后描述的保罗并不是像一个犯人一样，反倒他变成了这个他是带来审判的像一个审判官一样这个也是很有意思那最后的结尾呢，就是使徒行传的结尾就是他们就去传讲神的福音并没有人禁止我想我们如今也是一样我们是继续使徒行传，对不对？就是说福音没有人禁止我们继续传神的福音，继续书写这个使徒行传，是吧？那这个就是这个很有意思那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就是如果你看在27章34节就到这个传难的时候，你去看就是说他说，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的生命的事情然后呢他有讲这个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这个突然想，路加是不是在哪里特别提到过这个头发也不致损坏呢？在路加福音21章里面有提到过，是耶稣讲的。耶稣就讲了那个没有神的许可，你们一根头发也不损坏。但是如果你看上下文，耶稣在讲这个安慰的时候就是说好像意思就是没有人可以动你们，对不对？头发都不会掉落，头发都不会损坏谁也不会伤害你们。那如果你看上下文，你会发现不一样因为上文路加在讲什么呢？路加讲就是耶稣说你们呢会受到迫害，连你们的父母兄弟都会把你们交官你们就是可能会殉道但是呢后面却说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其实这很矛盾就我人都死了，我还要头发干什么？是不是？我都已经被逼迫被教官，然后会死，但是头发不会损坏，是吧？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你看路加的这个主题是贯穿一致的那个就是说路加在表明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有另外一个现实你现在看到的现实是你被交官，然后你被逼迫，你可能会丧失性命。但是他说还有另外一个现实，那个现实是什么呢？就是神可以保守你，让你的一根头发都不至于损坏。这就是耶稣说的，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是不是所以你的灵魂魔鬼是不能碰的虽然肉体会死，虽然魔鬼会攻击你，可是神保全了你的灵魂。所以另外一个现实比这个现实更加的重要。而路加所表达的这个历史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用那个现实活在这个现实当中，让你知道说我们这个活在神的国当中上帝会保守我们的头发一根都不会这个损坏。那即便在这个世界的国度当中我们可能会遭遇逼迫和迫害，但是呢我们相信我们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是被保护的，我们是有安全感的我们是可以得到安慰的，是吧这个很有意思。这就是路加的神学，就是说他不断的在描述那一个新的现实，那个神的国度，让你靠着神的国度的那个现实活在当下为主的国而活。所以你看这些使徒们他们后面都殉道，可是呢他们却都为我们做了这个美好的榜样，是不是？他们都是带着信心带着盼望这个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整个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的内容了，也是路加让我们这些读者从里面所看到的那关键的是神的国关键的是神的福音不是当时的罗马帝国，也不是我们现在的哪个国度这些都会过去
啊。所以路加其实是要改变我们的思维啊。你看这个可以说呢每一段都在挑战我们的思维啊。从第1章开始，路加福音讲到玛利亚，人们都认为啊她怀孕是有福的，可是呢路加却说啊她的信心更有福，比血缘更重要，颠覆了犹太人血缘的观点，对吧？为使徒行传铺垫外邦人怎么得救啊，每一段都是如此。不管是这个八福啊，好撒玛利亚人啊，浪子的比喻啊，你看了长子他是真的很可怜，对不对？你看到路加讲所有的这些内容都是在挑战我们的思维方式，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现实，看到神的国，看到一个不同的国度啊。你要知道，在第1世纪没有什么比国家比帝国更加雄伟的啊，可是路加却说那个伟大的罗马帝国不再重要啊，神的国才是最重要的，神的话才是最重要的，神的道才是最重要的。这个也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跟随主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好，路加福音使徒行传我就讲完了，匆匆忙忙把这个赶紧结束啊。不要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